村里王奶奶家养了4只大白鹅，大鹅们每天都迈着小短腿，屁颠屁颠跟着老奶奶四处奔跑。老奶奶停下脚步，它们也跟着立马停了下来。当老奶奶调转方向小跑起来，大鹅们也立马急匆匆地跑了起来。眼看着就要追不上主人，大白鹅就扑通着翅膀拼命狂奔，生怕把奶奶给跟丢了。它们就像4个尽忠尽责的保镖一样，时刻守护着奶奶。只要有人出现在奶奶2米之内，就会被他们当作会伤害到奶奶的敌人，下一秒就昂着脖子齐刷刷地冲了过去，张大翅膀气势汹汹的模样吓得小哥拔腿就跑。没一会儿，一位遛狗的小姐姐挡住了奶奶的去路，因此他们也被大鹅们盯上。小博美娜见过这种阵仗，被吓得双腿止不住的颤抖。好在小姐姐反应迅速，抱起狗狗惊叫着逃跑，这才顺利的躲过一劫。王奶奶家住在沿海边，4只大鹅是她从小养大的。没想到4个小家伙长大后，竟组成了鹅小队，当起了奶奶的保镖。一位城市里的摄像小哥不信邪，认为几只鹅能有多少战斗力，表示看我分分钟拿捏它们。很明显，没在农村生活过的他，并没有经历过被村霸大鹅支配的恐惧。不过很快他就被凶狠恶煞的大鹅撵出了几百米开外，要不是奶奶及时出声阻止，小哥估计都被大鹅追到海里去了。而就是外人眼中凶悍好斗的大鹅，在奶奶的面前就瞬间变成了一副乖宝宝的模样，对奶奶的话也是言听计从。奶奶说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，只是想保护自己而已。而大鹅们的过度保护有时也会让他十分苦恼。每次奶奶回到家将他们关在院子里，大鹅们就会急得嗷嗷直叫，隔着玻璃喊着奶奶开门放自己进屋。奶奶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，他们也会不知疲惫地跟随着移动，一刻都无法让奶奶离开自己的视线。呆萌可爱的样子让人哭笑不得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奶奶就是自己的全世界。老奶奶对4个小家伙也是格外的宠爱，一有空就带着他们出去散步。4只大鹅摇头晃脑，自觉排成一队，有组织有纪律的紧紧跟在主人身后。老奶奶每次都会选一些人少的路线，就是怕大鹅的过度保护会波及到无辜的人。没一会儿，他们就来到了美丽的海边，奶奶带着大鹅们开心的在海水里泡澡，这一幕是那么的温馨有爱。奶奶说早已将大鹅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原来就在几年前，老人因脑出血做了手术，术后3个月都无法说话。由于老人的子女都去了大城市发展，那时候的他十分的孤独，好在有着这4只大鹅每天寸步不离的陪伴，给了老人久违的温暖，让老人度过了那段最黑暗最孤独的时光。这也是双向奔赴的爱，有着彼此的陪伴，他们每一天都过得无比幸福。可老人有时候很担心大鹅们的安全，因为大鹅们对自己的保护太过度了。有时候汽车从他身边驶过时，大鹅们都会追上去要跟汽车硬刚，老人生怕有一天会失去他们，因此节目组特意给奶奶送了一份礼物，在老人经常出没的路口挂上有鹅出行请减速慢行的交通标识。这下老人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如今奶奶和大鹅的关系不仅仅是主仆和宠物以及保镖那么简单，他们之间已经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，更像是亲近的家人一样。也衷心祝愿大鹅能一直陪老人幸福的生活下去。动物的感情就是这样热烈而又单纯，只要你对它好，它就会加倍对你好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一个善良的生命都会被温柔以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眼前这位大叔用拳头咚咚咚地敲着天花板，下一秒拿出锋利的刀开始切割起来。他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呢？原来房主说晚上睡觉时总能听见奇怪的声响，声音应该是从天花板传出来的。为了查清楚真相，房主特地请来了专业的人员。小美和她的父亲是方圆10里有名的捕捉师。只见小美扛着梯子，拿着专业工具，还没进屋就开始分析起房屋的结构。进门后率先来到了卫生间，因为通常检修口都在这个位置的天花板上。然后他走到客厅观察一圈，指着吊灯中间的位置说，如果是小动物的话，一般不会选择吊顶最高的位置筑巢，往往最低的角落才是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。小美推测它就藏在这个位置，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经验之谈。由于不明白阁楼上方的具体结构，结果还要等待探查过后，有十足的把握才敢往天花板上开口。毕竟这可是房主花重金装修没多久的新房。小美重新来到卫生间，戴上口罩就准备上阁楼一看究竟。然而顺着梯子爬上去后，发现检修口的板居然被封死了，使劲锤了几下后依然没有打开，无奈下只能用壁纸刀将木板边缘划开，这才得以顺利钻入其中。然而阁楼的场景直接把小美惊呆了，上面密密麻麻的房梁错综复杂，且留有的缝隙实在太过狭窄，想要爬过去压根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更别说确定动物所在的位置了。接下来只能凭经验去寻找。拿不准主意的小美找来了父亲帮忙，有着30年从业经验的大叔和女儿的观点一致，都认为那个动物就藏在天花板的这个角落。随后他使劲朝着天花板咚咚咚敲去，隐隐约约能听到动物的叫声，这下算是10拿9稳了。大叔直接拿出小刀扎了上去，首先要划出一个突破口，然后再慢慢往两边扩声，就会轻松很多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大叔就划出了一个正方形的口子，在打开的一瞬间，一堆稀疏的泡沫散落而下。房主都不明白这些是哪来的，当初给房子做的保温层明明不是这样的。大叔则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将手伸进去掏了起来，下一秒居然从里面掏出来一只小干脆面。它长相十分的可爱，
不过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应该是刚出生没多久。小美顺手把小浣熊宝宝接了过去，大叔又继续将手伸进去探索，因为他知道小浣熊一胎会生4到5只幼崽。可大叔掏了好一会儿，却什么都没摸到。接着又从工具箱中拿了一个反光镜，准备再继续查看一番。可这一次也依然一无所获。于是，一脸疑惑地接过小浣熊，仔细观察后说道：“或许这个小家伙还是个独生子，因为从他胖嘟嘟的体型判断，应该是妈妈带回来的食物全都让他独享了。”为了确保里面确实没有小浣熊，大叔又拿出摄像机伸进去绕圈探查，发现里面已经空空如也。当看见墙边塞满红色棉絮的洞口时，大叔这才明白，原来刚刚那些散碎的泡沫都是小浣熊挖的。为了搞清楚浣熊妈妈是怎么跑进房顶的，于是小美抱着小家伙在屋外仔细寻找，终于在房子一侧的顶上发现了个缺口。小浣熊妈妈应该就是从这个位置爬进去的，现在浣熊妈妈应该是外出觅食了。小美看着手上呆萌可爱的小家伙，随后找来了一个玻璃箱，在里面垫上舒适的毛毯后，将小浣熊宝宝丢了进去，接着将它放在小浣熊妈妈回家的必经之路上。因为她知道浣熊妈妈回来如果发现孩子不见了，那一定会很着急伤心的。转眼就到了第2天，当小美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小浣熊宝宝已经消失不见，只剩下落满雨水的玻璃箱。从调取的监控中看到，原来小浣熊妈妈深夜回到了这里，看到自己的娃被放在玻璃箱中，于是想也没想将头伸进去把孩子救了出来。聪明的她也明白了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于是叼着孩子晃晃悠悠的离开了。其实她在房顶上筑巢生娃也是无奈之举，作为一个母亲的她，又怎么能不想给孩子找一个安全舒适的住所呢？但这也确实影响到了房主的正常生活。在这祝愿浣熊妈妈能找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家，和她的孩子幸福的生活下去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一个无家可归的毛孩子都能平安快乐。这是核污水没有排放前的海洋，一头鲸鲨突然出现在游艇的下方。当确认是鲸鲨的那一刻，船上游客们的心顿时就凉了半截。难道海洋生物是要来报复人类了？要知道如此近的距离，只要它轻微发力就能将船只掀翻，船上的人员都将无一幸免。然而鲸鲨并没有伤害人类的意思，反而是一直围绕着船只不停地游来游去，不时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哀鸣，甚至还用头轻轻顶着游艇，似乎在向人类表达着什么。正所谓生灵拦路，必有缘故。经验丰富的船长马上意识到了情况，猜测鲸鲨可能是遇到困难了，这是在向人类发出求助，于是立即拨打了附近海洋救援队的电话。很快救援组就整装待发来到附近水域排查，果然发现了问题所在。一头更大的鲸鲨脖子上被一根手臂粗的绳索缠住，人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之前的小鲸鲨发现妈妈遇到了危险，于是才冒险去寻求人类的帮助，祈求人类救救他的妈妈。这就有了开头鲸鲨拦船的场景。鲸鲨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很糟糕，已经开始翻起了肚皮，还不断发出痛苦的嘶吼。救援队立马上前准备展开救援，近距离观察才发现鲸鲨已经受伤了，脖子被绳索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痕。如果没有人类的帮助，被束缚住的鲸鲨慢慢就会失去行动能力。可这条绳索估计都有上百斤重，要知道鲸鲨最长可超过20米，想救下这样一头庞然大物可没那么简单，尤其是在深海之中，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多。鲸鲨随便一个摆尾就能让救援人员葬送在这深海，并且谁也无法预料深海里附近是否会有鲨鱼出没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划走，那么请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，不妨让我们一起为小哥们点亮小红心，并留下一句好人一生平安，为他们加油打气。看到鲸鲨妈妈现在痛苦的模样，勇敢的救援队员还是不顾个人安危，承受着巨大的水压，不停地切割着绳索，期间还要时刻注意鲸鲨的一举一动，否则面对这个庞然大物轻轻的一个甩尾，就可能让他们葬身大海。但很快救援队员就遇到了一个新麻烦，他们潜水设备的氧气快要消耗殆尽了。不过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，大伙心中明白，如果现在放弃，那将会让鲸鲨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于是救援队员们顶着巨大的双重压力，相互配合加快了进度。终于在人们不懈的努力下，绳索被成功割断了。此时鲸鲨发出了今生最欢快的叫声，这是劫后余生的喜悦。这时令人暖心的一幕发生了，重获新生的鲸鲨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去，而是不停地在救援队附近游来游去，似乎在以这样的方式对救命恩人表达感谢。然而更加神奇的是，之后的日子里，只要有人类在这片海域出现，总会有那么几只鲸鲨出现在附近，他们就守在船只以及潜水的人类左右，再为他们的旅程一路保驾护航。或许这才是人与自然最好的相处方式。当我们善待大自然的生物时，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去回报我们。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善良和感恩在这一刻被完美诠释，不得不感叹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。他们在遇到困难时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人类。当他们被藤壶困扰之时，会将脑袋探出水面，主动寻求人类的帮助，然后毫无戒备地让人类帮他们清理藤壶。他们也把人类当成最好的朋友，在遇到出海游玩的游客时，会主动和船只上的人们友好互动。这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美的方式。然而现在日本却要将核污水排放到海洋，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，那时候的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？又该向谁求助呢？最后让我们一起倡导保护海洋环境，
保护大自然的环境，同时这也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己。